清迈来过很多次之后，我发现真正有惊喜的地方，反而不一定是在清迈市区。这是我们开到清迈南边的南奔，本来只是想要吃一碗很特别的龙眼面，没想到这一天一路遇到千年古寺，像吴哥窟一样的咖啡厅，50泰铢就能玩到的尖叫亲子餐厅，还有便宜到不太合理的泰北菜。这一集就带大家看看清迈旁边这个被低估的小城南奔。现在来到南奔，它是清迈南方的一个县。然后呢，来到这边，我们先找了一个蛮特别的东西，叫做龙眼面。它的 Google 呢，就是你把它换成英文 Longan Noodles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它有分干的跟湿的。我们先看干的，哇，里面让捞起来一堆龙眼干，放在面里面不知道什么滋味。大家来这边几乎都会来吃这个面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这样子。这个干面啊，面条啊，其实是有点像米粉一样啊。当然，他们也有比较类似像我们的黄面那种面。那这个米粉呢，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Q 弹，然后吸上一点点它的汤汁，真的蛮不错。而且呢，里面还有2块哇大大的这个猪肉，对，这么惊讶，一抿就下来的那一种，然后非常的入味。它的炖猪肉啊，里面是带有一点中药的香气，然后你再配上一点龙眼干的时候呢，一个蛮自然的香甜味跑进来，就觉得很跳，很好吃，超妙的搭配。我觉得它整碗里面有一种甜甜的香气，然后想想，对啊，就是龙眼干的味道。对，但是它并不会甜到让你觉得很突兀，就是一个淡淡的而已。而且整碗就非常的朴素，很像我们以前会吃到的，小时候我爸爸吃到，现在吃不到的那种味道。就是最怀念的那一种，并没有很强烈，但是会让你一直想念的那种味道。我们另外还点了一碗汤的，帮他试一下汤头的味道。哦，真的就是你喝汤就会觉得它的中药香气更浓厚了一点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会怕那种药炖的人啊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不是那么浓厚的。那其实呢，干的我觉得它里面呢，就是稍微有点湿润感，也是加了这个汤汁进去。所以重点就在于它汤多汤少而已。其实2碗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东西。好吃。这里的龙眼汁跟蜂蜜柠檬汁建议大家都要点起来。那我有跟老板特别强调说，我要少糖 sugarless。那喝起来呢，真的蛮不错的，不会太甜，很自然的味道。然后这个柠檬呢，让我蛮惊艳的，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是酸酸的而已，结果它有带咸味，比较像是那种咸柠檬茶的感觉。这个2杯都很值得点，都很好喝。南奔最有名的水果之一就是龙眼，所以这里出现龙眼面其实又奇怪又合理。一开始我也很难想象龙眼干放进面里面会是什么味道，但吃完才发现它不是甜到突兀，而是一种很淡、很老派的香气，并没有很强烈，但是是会让你一直想念的那种味道。我们在龙眼面旁边的有个小小的市集，它这里卖的东西有够便宜的，像这个袋子啊，一个35块，3个还100，蛮扯的。对啊，你们买回去当购物袋都觉得很可以耶。你看这个袋子，这样子才20块，拿来装一些，就是购物袋，蛮方便的啊。这很夸张，一个20，三个50。说真的，我们平常都是会去一些农场什么，然后拿一些 DIY 的，可能没有做的素胚袋，整个白的，那一个都要50块了。这个布料还算柔软，然后图样也还算好看，一个20块哎。对，而且你看它旁边这个衣服才150而已，而且有些就是你稍微披一下都还不错哎。但它的布料是比较硬一点点。我买了3个手提袋跟1个背包，然后老板娘跟我们说便宜80块，我想说于心不忍，已经超便宜还要便宜给我们。对啊，好夸张哦，这里的那个人情味太重了。吃完龙眼面之后，旁边走一下就可以到南奔最重要的古寺哈里奔差寺。它的历史超过1000年，在台湾我们常说100年老庙，但在台北很多地方真的是用千年在算的。我们现在来到哈里奔差寺，就在刚刚的龙眼面走过来一点点而已。然后它是南奔呢非常历史悠久且很著名的一个佛寺。这个佛寺呢，它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897年，哇，真的是超过1000年以上啊。然后里面呢有供奉佛的舍利子，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间庙。我觉得这边很厉害，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什么100年庙、100年庙就很超厉害了，这边都是用1000年来算的。
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再加上佛塔呢，整座金光闪闪，有点难以直视。这座佛塔呢，它是兰纳风格。那我们往上看最上面的黄金伞，就是塔尖的那个小小装饰的部分，它是真的用纯金做的，总共用了6500克的黄金，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，可是你换成公斤，哇，6.5公斤哎。我们从门口一路进来呢，就可以看到寺庙里面有很多那种公鸡的雕像。那他们说呢，他们有12生肖佛塔，据说属鸡的人呢，就是你一生必定要来朝圣一次。所以这座寺庙佛寺啊，它就是属于那种鸡的12生肖塔，好好玩哦。这上面还有保护膜，这种建筑啊，它还正在盖而已，让我想起我们台湾人买电视回来啊，就是电视看了10年，边边的保护膜都还没拆一样。我们现在在寺院的西南角，据说佛陀曾经来到这里过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他留下来的脚印，没有看不知道，就是一看到是不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我刚刚走过来看到这个，我身体就鸡皮疙瘩起来，真的敬畏的感觉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有人丢钱币进去祈福，然后有人在里面贴一些金箔，可见大家来这里呢，都是真的有受到他的感应。其实我们刚刚想说，我们找不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解这个资讯就好了，我们就不过来看了。结果没想到呢，就庙方的人员就带我们来走这个地方，然后一看就觉得说，哇，好险有来看。对，命运的安排一定要来看一下了，很推荐这里可以走走看。本来我们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个地方。结果庙方人员刚好带我们过来，有些地方不是多华丽才会让人记得，而是你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一种敬畏感。原本以为前面那座千年古寺已经是今天最震撼的地方，没想到下一站我们竟然来到一间像遗迹一样的咖啡店。它不是古迹，也不是废墟，而是一个陶艺家族花了很多年慢慢打造出来的空间。我们现在来到南奔陶艺花园这个地方啊，太酷了！我们刚刚一下来啊，小孩说以为来到了古城，可是它其实是一间咖啡店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东西你看到了，都是在50年间里面去建造，都是新的。可它看起来的确就是一个遗迹的样子。很多人都说这里叫做吴哥窟咖啡，就给它取一个这种感觉昵称。刚刚说啊，整个腹地是在50年间去建造的。那我背后这座佛塔呢，我们原本以为它可能是100-200年之间的遗迹，就没想到它是最新的，15年前左右盖的。我刚刚就一直好奇这些藤蔓到底怎么爬，明明就是盖的啊，然后结果是50年，这些建筑都50年了。哇，真的叹为观止，里面腹地很大，那它全部呢是出自于泰国一个很有名的陶艺家族之手。我们刚刚边走进来啊，边嘴巴张得大大说，哇，这个老板也太有钱了吧！然后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，说这如果是在古代，他根本就是建了一座皇城，这个是觊觎皇位吧，会被杀头的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开车进来，我想说我是进到什么动物园之类的，都好大哦。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子，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情走进一间咖啡店。决定要在这里用餐，它的环境呢其实还蛮棒，里面冷气很凉，餐点看起来也很精致，很不错。我跟你讲，它后面也很奇花做的这个一个吴哥窟的墙，真的。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泰北咖喱面、炸猪肉炒饭，还有意大利面。那这里面呢，听说它的牛肉泰北咖喱面还有泰式炒河粉呢是最推荐的菜色。那因为先生不能吃牛，我们还是点传统的鸡腿。哇，他们的辣都是那种后面才慢慢辣出来的。它这个咖喱啊，还蛮香浓的。其实我大部分发现，就是他们比较地道的这种咖喱面，都是很浓很辣的。那有改良过后，比较适合大家吃的就是比较没那么辣这样子。你看，鸡腿也是蛮大只的哦。试一下它的炒饭，看色泽就觉得炒得很好啦，香气不错，可是盐巴撒的有点多，这个太咸了。它旁边的猪肉啊，吃吃看。那猪肉很香哎，本来看外面觉得应该很硬，可是里面却还是嫩的。哇，
这奶酱起司超级香浓，而且它酱给的真的是非常的大方，每一根呢都可以加那种一大口的酱，很棒。放在台湾算是有水准吗？你觉得台湾可以卖一盘多少？可以卖，因为分量比较小一点，我觉得250差不多，这里也是卖250，其实。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餐点多浮夸，而是你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间咖啡店。如果喜欢拍照，或是想找清迈近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这里真的会让人印象很深。我们走进来看看这座佛塔，说真的啊，也是蛮让我有敬畏之心的。虽然不是真正的遗迹，可是呢，整个氛围呢都跟真正的遗迹啊没有什么两样。你看那个森林根本看不到尽头，我真的有觉得啊，如果你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的确会有那种什么穿越丛林，然后来到一个那叫什么失落的遗迹。拜托，这个咖啡店太提花了，这好大的那个土地面积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还在盖，它还没盖完。你看那边还有一包一包的材料。下午我们来到一间南奔的亲子餐厅，本来只是想让小孩子放电一下，没想到50泰铢玩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开心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 Safari Garden 南奔，那它是一个亲子餐厅的意思。那门票呢是一个人50块，但是我们还蛮幸运，就是来的就是它是买4个送1个，所以我们总共花了150全家人。那饮料呢是不可以，门票不可以折抵饮料，饮料另外点。那这边呢可以看到，哇，有蛮多那种户外空间啊，可以跑跑跳跳啊，设施做得很棒。那不是只有这一片哦，另外一边还有一大片。而且它门口的地方还有很多可以喂小动物的地方，是蛮佛心的。可是来就刚好开始飘雨了。他们这间餐厅啊，其实有室内空间，但是今天可能因为人太少了，他们没有开冷气，所以我们反而在户外呢是比较凉快的。对，现在外面风吹还蛮凉的。我们现在雨停了，只下了10几分钟而已，而且小小的，下完雨之后非常凉快，所以我们跑出来游戏场玩了。然后这边呢，很多的游具都非常的手作啊，都无动力的。我现在正在一个迷宫里面，这个迷宫难度还蛮高的，因为它每一条路啊都窄窄小小的，你真的看不到下一条路在哪里，很好玩哎。刚刚也是走了好久才到这个上面的，可是你就是必须要走过这个迷宫，才可以到这个观景台看大家在那边迷茫的样子，超好笑的。刚刚小朋友在里面迷路，说真的啊，就是要站到高台上面去，你才可以指导迷路的要怎么走才能走出来。现在是 party time。哇，看起来也太刺激了吧！突然觉得这50块门票有够值得哎！天啊！哇，好快哦！哎呦，撞到头了！小心小心！他们玩到吓到，尖叫！我靠！天啊！一直尖叫，可是说好好玩。很害怕是不是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，超好玩的，我也觉得好好玩。这边是开放的时间表，还有游戏规则，超酷的哎。我们现在来到餐厅后面的空间，游具还有这么多可以玩，然后有溜滑梯啊，也有攀岩啊，什么都有。而且呢，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原始，很南洋度假风的感觉。小孩的南洋度假风这样。准备出发。还有了吗？准备出发了哦。你看，这不是电影里面的梦幻树屋吗？是个鸟巢哎，嗨，我是小鸟。我们刚一进来就下雨，想说那50块白花了。结果呢，后来看到那个他们转摩天轮啊，那么多人在下面，人力帮你转，我觉得50块值回票价了。4、5个人，而且他们玩的超开心，那玩一次大概就有值那个票价。没错。我们夜市机器人一次都要100块，那个才50块。我好喜欢这个南奔小日子哦！我跟你讲，它后面还有游泳池可以玩，50块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大人小日子，小孩也是小日子。
晚上我们找了一间南奔当地的小餐厅，一开始看照片，我以为价格应该不低，结果打开菜单才发现，很多餐点都50-60泰铢，大部分也没有超过100。最夸张的是，它不是小吃摊的样子，而是用很精致的方式把泰北菜端出来。南奔当地的一间小餐厅叫做 Jampa and Moonstone， 那 Jampa 是他们的念法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间餐厅呢，刚刚你告诉我说，你查到一个很不错的餐厅，然后我看价格，我真的是被它吓到。没有，我一开始给你看，你想说，你心里一定想说，可能贵贵的，或者是比较高价一点，然后说你看价钱，你看价钱，然后吓到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有吓到，我们就来吃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评价超级高的。我先跟大家讲，它大概就是有一点像是小吃摊的价格，可是是餐厅的摆盘摆设，没有一道超过100块，而且很多都还在50-60块而已。我们等一下看菜色来怎么样。餐厅还蛮酷的，它很像在人家的透天厝里面，而且我们一下车呢，老板就到门口去迎接我们进来。对，笑笑的这样子，就是觉得很酷这样。哇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桌，里面最贵的菜呢，可能就是100多块钱而已120，大部分都在100块以下。对啊，有些还70-80啊，80-90而已。说真的你看这一盘，就是一个小吃的价格，却是法式的摆盘，超级夸张。真的，我觉得光这个摆盘，我就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佛。如果再好吃的话，就没天理了，真的。我们先来吃一个看看。这一份是猪肉咖喱，你看它这样好像有红红的，可是其实它应该是没有辣，没有特别请他说不要放辣，然后它要配着这个饼一起吃，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饼，真的没想到。超赞的！我刚刚是请他推荐不要辣的给我啊，我自己有点一份辣的，我自己想吃这样。怎样这么夸张？好香哦！哇！就是有一种印度咖喱的 feel 哦，可是它还是会辣，就是咖喱本身的辣哦。所以他们说不辣还是会辣的，要小心。可是好吃。泰北的菜其实是很辣的。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，这些菜呢，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喜欢吃泰式料理的人也会很陌生，因为这是泰北菜，台湾比较少有。大部分都是泰南的，对。我觉得是一种法式的享受。然后那个路边摊的价格。没错。那餐厅环境也还不错哎，拜托，好舒服哦，真的是。哇，你看里面的炖猪肉这么大块，有好几块，然后上面有我们台湾很熟悉的元素油葱酥。我刚刚沾那个饼，好好吃哦，好喜欢哦，哇，有一种赚到的感觉。好嫩哦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烤猪颈肉加上咖喱酱。这份餐是整个餐厅里面单点里面最贵的，对不对？对，150块铢，可是150泰铢，可是我觉得目前光摆盘我就觉得值得了。这个好香，好好吃哦，它有点黑胡椒的香味，可是这么厉害？黑胡椒就在上面，可以看得到。猪肉的香甜嫩就不用说了，我们过去几天都领略到泰国的猪肉好吃了。那这个酱汁呢，它真的是蛮像法式那种酱汁感，就是很像怎么讲，很浓厚的那种浓汤，然后变成酱汁，然后你沾上去的那种感觉。但它没有特别的辣，可是还蛮香的。哇，这间太强了，光知道前面2道就觉得很惊艳了。这个是泰北炖猪肉，哇，里面有好多东西哦，我们随便挑一个来吃吃看。你那一块哦是猪血，他们的猪，这是豆腐哦，豆干，这么厉害？我跟你讲，这块豆干好 juicy， 很像我们的大溪豆干，然后就汤很多版本的大溪豆干，汤汁也是有点甜甜的，可是你再单喝这个汤，它又有一点辣辣的，很舒服哦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，被它吓到了。你刚刚没有拍到，我一抿那个猪肉就分离了，一丝一丝的分开这样子。我有看到，但是没拍到。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蛋，超多颗的。应该是2颗，然后切成4边这样子。这一盘呢是个泰式的
鱼肉末，它有猪肉的版本，然后是加上这个叶子一起吃的。他跟我说，你可以就是边吃叶子，然后边吃这个肉末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包在一起吃。什么感觉？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叶子的味道，有点奇怪，像叶子是叶子的味道怪怪的。哦，我也是，它叶子会发苦，对，然后会，我觉得算是一种很深层的回甘呢。但它有另外一种叶子，我试一下。我觉得可以单吃那一盘就好。蛮特殊的体验。他刚刚说这个是辣椒，哦哟，橄榄是不要。我们前几天好像有在小吃摊吃过类似的东西，就是把这肉末加到糯米饭一起吃，我们这样吃吃看。这样顺口多了，为什么要加叶子？我觉得叶子我知道别的有一些蛮好吃的，那个只是它有一种苦干的味道而已。我觉得可能吃法不是这样，你可能只要撕碎一点点加到肉里面就好了，不要叫我们整片吃。对，这一道呢是当地的一个蔬菜，然后加上炒蛋。可是刚刚吃过那个叶子之后，让我有点害怕当地的青菜。对，它也是算是叶子炒蛋之类的。像那些叶子怎么办？哦，我刚刚看评论里面，大家说这一间是一个很道地的泰北菜，可是它有好的摆盘，然后好的制作方法这样子。那我跟你说，它虽然吃起来有点抠干，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这个叶子，但炒熟之后好吃多了。整体而言我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会推荐给你对自己有一定了解程度，而且有冒险精神的人来。我是指泰北菜，不单是指这间餐厅。那这间餐厅来说呢，是非常棒的，很精致又很便宜，超推。个人喜欢的程度大概有90分以上。这间我会推荐给喜欢尝试在地味道，也能接受一点陌生口味的人。因为泰北菜跟我们在台湾常吃到的泰式料理其实不太一样，以价格、环境、摆盘，还有整体精致度来说，这间真的蛮惊喜的。泰奶真的是我们这趟来清迈又爱又怕的东西，超好喝又怕很胖。可是他们家的 Thai Tea Latte 就是奶味真的很重，而且甜度不会很高，油够顺口，要点起来。你有告诉他糖要少一点？对。这一天玩下来，我觉得南奔不是第一次来清迈一定要马上排进去的地方。但如果你已经来过清迈几次，古城、宁曼、梅林都玩过了，想找一个比较安静、比较在地、价格也很舒服的小城，南奔真的可以排一天。它没有很华丽的观光包装，从一碗龙眼面、一座超过1000年的古寺，到遗迹一样的咖啡店，再到50泰铢的小孩乐园，会让你觉得原来清迈旁边还有这种慢慢玩才可以发现可爱的地方。如果你也是清迈来过很多次的人，下次可以把南奔排进去，或许你会看到一个跟清迈市区完全不一样的泰北小日子。